大家好，上次呢我做了一个关于如何去换领香港驾照的视频，那么很多朋友在底下留言说这个 IDP 的问题。所谓的 IDP 呢，在香港的翻译这里边呢叫国际车牌，其实有些地方呢翻译成国际驾照，其实呢这些翻译呢都不太准确。这个 P 啊就是 permit 的意思，就是许可的意思。那么香港的话，它作为一个当时公约的一个缔约方吧，那么它是有资格去换领这个国际车牌的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资格啊，这个资格的话其实有两条，这两条的话缺一不可。首先第一条是持有香港身份证，那么香港身份证的话有分永久居民跟非永久居民的，包括临时身份证。那么临时身份证的话，基本上有一些比如说去香港工作的人，或者说学生这些人那么他们是获得一个比较长的居留许可吧，那么他可能会获得这个身份证。那么第二条的话是持有效的香港正式驾驶执照如过期不超过3年也可以。那么过期的话你要不能超过3年那如果说你去香港学习那么拿身份证然后再换领的话，那么这样的话其实你是有资格再去换领这个国际车牌的这边的话其实是提交表格，包括一些如何办理的流程说明最关键是个费用很便宜这边只是需要80港币就可以了，而且这个支付方式一般是转数快都可以接受办理非常方便。但是 IDP 这个问题呢，其实呢可以有很多话题可以说，我们接着说。首先我们参考这个维基百科的词条，那么里面有写明有一条很关键一条它这边也称为这个国际驾驶执照那么你可以看到这个 permit 的意思然后我们可以看到国际驾照为附加在一国驾驶执照之上的一本附加多国语言的说明。简单的来说，它就是一本翻译件，那标注了驾驶人的基本信息以及允许驾驶的对应车辆种类，解决了驾驶员与其他国家的交通管理部门之间的沟通障碍说白了就是一个为了解决这沟通障碍，那么一个多种翻译的证明那国际驾照不能独立存在，当驾驶员同时持有一国驾照与该国签发的国际驾照时，此国驾照才视作有效。注意要一国驾照与该国政府签发的国际驾照时就是说你这个拿这个驾照呢，你必须拿这个国驾照的话，其实你在当地的地方拿，对吧？比如说你拿香港驾照的话，你拿香港国际驾照的话 IDP 的话，也要在香港拿。好，这边的话打开那个网页的话，是一个日本的一个官方网站的关于驾照说明这边有第2条，它这边可以以下任意类别的驾照，那么3种驾照，对吧？有些国家的话，驾照的话可以到日本直接使用那么在这里的话我们看第2条，第2条的话，它就是说国际驾照这一块它这边有说明就是如果说所持的国驾照非日内瓦公约缔约国签发或者那么即使你是缔约国签发呢，但是呢不符合日内瓦公约规定格式的情况下，也不能凭此驾照在日本驾车。毕竟日本的国家呢是说日语的，对吧？你这个上面如果说没有日语的说明的话，那你就是完全是没有用的。好，我现在打开网页呢是美国驻日本大使馆的网页这边的话有关于在如果说一个美国人在日本开车的情况会怎么样，他们的说明我们可以把它翻译一下。原本语言的话只有英语跟日语版本。好了，在日本开车，那么我们可以看一下，美国人只有美国驾照，不能在日本开车在日本无法律的驾照驾驶的人将被罚款，反正就是有处罚那么国际驾照呢，不是日本驾照中长期替代品。如果说你要长期日本开车的话，你这个美国驾照是不行的。那么美国驾照如果说要去日本开车的话，比如说它这边有获得国际驾驶许可证这边翻译还比较准的许可证 permit， 然后在美国签发的国际驾驶许可证该什么美国汽车协会 AAA 在日本开车的短期访客所必须的。比如说美国人到日本去吧，他其实呢既要有美国驾照，也要在美国办理这个 IDP， 必须在抵达日本之前获得 IDP， 在日本买不到。好了，当然的话这边有一个说明就是国际驾驶许可证的 IDP 诈骗其实我刚才网上也搜了很多其实确实有很多，他们甚至就是把那种翻译件当成一种混淆视听来说这个是国际驾照，或者说混淆视听为这个 IDP 的代替使用。其实的话这些的话都是第一个贵，第二个又骗你第三个呢可能不被承认或者说不被有效承认。那么可能的话你在那边的话还是被当成一个无证驾驶。有些时候我们租车的时候吧，其实那个租车公司它不会查得太仔细，当你发生事故的时候呢，
你就有可能被当成无证驾驶。那么这样的时候呢，你就比较理亏。好了，我们可以看这边啊，说明啊，互联网上有很多诈骗，收取大量的许可费用和做出虚假陈述。那么国际驾驶许可证应该只需要$20啊，香港的话特别便宜，80港币就可以了。尽管他们在网上售价高达$300，等于说那些诈骗分子啊，他卖这东西的话，他卖$300，其实事实上的话，你真正的话从相关的政府部门获得的话，只要$20就可以了啊。那么我这边还有一个网页啊，是美国国务院的关于旅行建议的一个网站啊，做的还算不错。那么我可以看一下国际驾驶许可证的问题。在大多数国家没有有效的驾照和保险开车是违法的。那么首先的话，他这边呢也说了啊，许多国家不承认美国驾照，但大多数国家接受美国驾照。其实这个概念是很模糊的，但是呢，很多情况的话就是这些缔约方啊、缔约国啊，那基本上的话就是你必须有母国的啊，或者说你原来那个国家的驾照加上这个原来的国家的 IDP， 这样的话才算有效啊。这边也说明了 IDP 呢可能就是会怕失效，对吧？你这个失效的话那就不行了，你2份证件都得有效。那么 IDP 的话，它有效期只有1年时间啊。曾经呢我在淘宝上看到过啊，就是 IDP 他们办理的话大概1000多人民币吧，啊，甚至有报3000价格的，但是只能用1年时间啊。我不知道他们怎么搞定的，其实呢很多时候也有违规啊，但是我查了一些资料的话，也有人说去在墨西哥考取当地驾照，再换领这个 IDP 啊，这样的话2份证件都可以啊，而且价格的还比较便宜的啊，这也是种方法。好，我现在打开的是一个百度的词条啊，就是很多中国内地的朋友呢，去海外的自驾游的话，他们都会带上这个国际驾照认证件啊。其实的话，它是作为一个驾照翻译件啊，其实呢，它不属于这个 IDP 的标准啊，在有些国家的话是不被承认，但是有些国家的话是承认啊。那么这个翻译件的话，本身 IDP 的设置就是为了打破这个跟当地交通部门的沟通障碍啊。其实的话，很多时候呢，部分地方有效啊，但是呢，没有像 IDP 那么这么广泛，或者说被成为一种公约的性质来定下来。那么这个认可度的话，所以说你要在国外开车的话，最好咨询当地的一些交通部门，或者说他们官网上去看一下。我们一定要注意的是，比如说打开这个网页，它的封面就可以写出来啊。很多人也是混淆视听啊，虽然说它这边翻译成9种语言，那么我们可以看到啊，它这个大字啊写的是国际驾驶执照啊，这个意思对吧？你看上面有个英文啊 ，translation of 啊，看见没？就翻译的啊，翻译件啊，等于说是国际驾照翻译件啊。注意，这个是国际驾照翻译件，并不属于是 IDP 啊。其实 IDP 的话，远远是比这个好用多了啊。那么今天关于这个 IDP 的问题的话，就讲到这里吧。